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ATC， 春节快到了，我在这给大家拜个早年，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位 DLC 干员，来自西班牙反恐特别行动小组，简称 GEO， 分别是豺狼 Jacko 以及黑警 Mira。两位干员更新于彩虹6号第2年第1赛季的斯荣克行动，附带一张新地图海岸线，在排名、休闲等模式中可用。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GEO 的进攻方干员是 Jacko， 又称豺狼或是脚气，2甲奥数，推荐度2星。Jacko 出生于西班牙休达，从小一直生活在寄养家庭，在他哥哥成年后脱离了寄养。由于哥哥的被害，19岁的 Jacko 决定加入国家警察部队，直至今日仍在调查他哥哥的案件，但仍然无法找到关于这场谋杀案的有效证据。Jacko 也因此患上了慢性失眠症，这样的创伤让他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他可以察觉到大量的异常活动。但同时 ，Jacko 内心认为他在最终杀死哥哥凶手失败时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很可能无法承受另一个失败。Jacko 技能为 Inox 3型。这是一种可以标识出敌方足迹的魔法头盔，技能开启后，整个屏幕都会变为蓝紫色，能够显示出附近的脚印，并且根据敌人经过的时间先后，脚印具有不同的颜色。最新鲜的是红色，如果发现红色的脚印，一定要小心谨慎，说明敌人刚刚经过这里。经过一段时间后，脚印则会依次变为黄色、绿色与蓝色，直至1分25秒时完全消失。发现脚印后，就可以开始扫描了。扫描完成后，会在所有进攻方的抬头显示器上立即标示出所扫描的敌方干员在什么位置，并每隔5秒更新一次，持续25秒，共可以使用3次。被扫描的敌人也会在被定位时收到红字提示，与下一次扫描倒计时。这时就可以准备开溜了。另外，由于 Jacko 的头盔是电子设备，因此也能被 Mute 的 WiFi 干扰，视野会在进入 WiFi 6米范围内开始模糊，并在2米左右完全丢失，就像小车被干扰一样。但把技能关掉后就能恢复正常。同时 ，Jacko 在技能启用时被击中，视野也会变得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女鬼在开启技能后行走时，不会留下可被 Jacko 扫描到的脚印。这时，如果扫描她之前留下的脚印，虽然会用掉一次扫描机会，却不能标记出女鬼的位置，也无法进行后续的追踪。即使扫描时女鬼没有使用技能，第一次标记出了女鬼，只要再次定位时女鬼打开镜幕，也无法进行标记。详细的可以收看我们上一期的 BOP 干员介绍与购买推荐。容易看出 Jacko 是一个适合抓野的干员，不仅能够通过扫描脚印给防守方打野干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还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跟着脚印绕到打野干员的后面。但在游戏中，如果对自己的枪法不太自信，还是尽量选择不要单走抓野，可以2到3个人一起架枪卡点抓人。作为防守方时，即使被扫描了也不要慌神，可以迅速回点等待标记结束，也可以在扫描期间快速改变自己的位置。当然，如果你知道 Jacko 和其他进攻方在哪，也可以选择钓一波鱼。Jacko 共有3把主武器，分别是突击步枪 C7E、冲锋枪 PDW9 和霰弹枪 ITA-12L。C7E 是一把性能非常优异的突击步枪，可以装载 ACOG， 它拥有不低的射速与较高的伤害，再加上垂直后坐力不大，开镜非常快。上了垂直握把后，简直像激光枪一样，是 Jacko 的首选。但它扫射性能并不是特别好，持续开枪一小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较大的左右后坐力，因此除非距离非常近，不推荐用它泼水。Jacko 的第2把主武器是 PDW9， 这是进攻方目前唯一一把冲锋枪，并且能够装载 ACOG。虽然它的伤害相比 C7 低了不少，却拥有着50发容量的大弹鼓，可以持续与多个敌人交火而不需要更换子弹，但是由于其削弱后的后坐力非常可怕，并不推荐萌新使用。第3把主武器 ITA-12L 是一把单发霰弹枪，不是很好用，不推荐使用该武器。Jacko 副武器共有2把，分别是 UPS-40 和短管霰弹枪 ITA-12S。UPS-40 是一把中规中矩的半自动手枪，拥有着不错的伤害以及射速，但备弹较少。而霰弹枪 ITA-12S 则是目前唯一一把副武器霰弹枪，与主武器 ITA-12L 一样是单发霰弹枪，但是其射速、伤害、射程、散布都不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糟糕。但经过几次神奇的 buff 之后，它的开墙性能被大大提高了，常常被GEO的防守方干员 Mira 用来施工，而战术装备则可以选择携带爆破炸药或者烟雾弹。说完进攻方干员，我们再来讲一下防守方干员。GEO的防守方干员是 Mira， 又称黑镜，3甲1速，萌新推荐度1星。Mira 在出生时便被其母亲遗弃，由他在马德里的父亲将他养大，从小就同父亲一起在汽车维修厂工作。由于 Mira 可以在任何机器上找到弱点，并将它无效化，因此他加入了国家警察部队，效命于他的国家。Mira 专精于防弹材料的制造，据说机枪哥的盾就是由他主持制造的。Mira 技能称为黑镜，共可携带2面，这是一种特殊的单向玻璃，能够部署在任何未加固的墙面或是强化墙的正面上。注意，加固墙的反面是放置不了黑镜的，所以封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方向。黑镜放置后可以通过敲击、子弹、电击哨等方式破坏黑镜下的压缩气罐来卸除玻璃，有时可以让防守方出其不意地打死后面的敌人，但也常常会成为一个致命的缺口。黑镜在放置方向相当于一面普通的玻璃，但从另一面看则为全黑，并拥有着与强化墙相同的防弹效果。黑镜放置在加固墙后，可以通过 Hibana 或 Thermite 炸药破坏。需要注意的是，余热无法直接贴在黑镜上，只能放在黑镜的上方或下方。Bentley 的电箱或 Mute 的 WiFi 则能很好的保护黑镜，但也一定要小心电车溜进来偷偷开黑镜。Mira 技能简单却又极其有效，不仅能够获取信息，还能够对进攻方进行心理上的压制。切除黑镜后，还能打进攻方一个出其不意，但是黑镜的放置位置却是十分有讲究的。熟悉各个点位的进攻路线，猜测进攻方的位置，灵活的选择黑镜的放置个数、位置和方向，给予黑镜背后的敌人出其不意的一击，经常可以对局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另外，由于 Mira 经常在黑镜旁边留一面墙不封，用来
来穿人。如果萌新不知道黑镜旁边的墙该封不该封，建议还是不要封比较好，或者也可以先问一下 Mira 本人再做决定。Mira 共有2把主武器，分别是冲锋枪 Vector .45 ACP 和霰弹枪 ITA 12L。冲锋枪 Vector 又被玩家称为短剑，这是一把各方面数据都极其优秀的冲锋枪，不能装载 ACO， 但超高的射速以及稳定偏小的后坐力，赋予了这把武器十分强大的杀伤力。26发的满膛载弹量提供了比 SMG11 更持久的火力，但美中不足的就是 Vector 较低的伤害，仅仅拥有21点，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把非常优秀的武器，仍然是 Mira 玩家的首选。Mira 第2把主武器 ITA 12L 以及副武器都与 Jackal 完全一致，副武器推荐携带喷子，是防守方的开奖利器，装备则可以携带遥控炸药或机动护盾，推荐携带遥控炸药。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下期想看什么干员，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中告诉我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也不妨点个订阅，点个顶，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AT-Siege 的集锦系列目前也开始更新了，欢迎大家观看。这里是 AT-Siege，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啊，我係 SNES， 祝大家新年快樂。呢度係 AT-Siege 嘅頭火，農曆新年就快到啦，我而家喺呢度提前恭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各位观众老爷新年好！首先祝大家新年新气象，天天都有好心情。最近由我剪辑的集锦类视频《彩虹6号欢乐秀》和亚服精彩集锦也开始更新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Cheers！ 这里是泡菜，祝大家在狗年干越来越好，枪越来越稳，时间越来越多，嘤。Hello， 大家好，我是 AT-Siege 的 Reaper， 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